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令人震惊的话题，台湾竟然有人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州。最近在美国洛杉矶，一群年长的台裔美国人公开集会，高喊着请收了台湾。他们的主张是台湾成为美国一州比成为中国一省更好。听起来不可思议吧？台湾真的可能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吗？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动机和故事？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来探讨这个轰动的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震撼外界的集会现场。2025年9月下旬，在洛杉矶郊区一家饭店的会议厅里，50多位头发花白的台裔美国人聚集一堂。他们多是移居美国超过30年的老移民，如今都已是美国公民，而且清一色支持美国的保守派共和党。会场悬挂着美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气氛既爱国又带点离奇。这群人在会上做了一件前所未闻的事，他们集体向前美国总统川普喊话，请求他让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美国直接收下台湾，把台湾变成和加州、德州一样的美国第51个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台湾人，确切说是台裔美国人，希望自己的故乡放弃主权并入美国呢？难道这群人疯了吗？还是说背后有更深的忧虑和盘算？让我们一步步拆解。发起这场倡议的是一位名叫杨丰明的台裔企业家，他在美国经营旅馆事业40年，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出资人。杨丰明一开场就表示，他希望透过这次集会，把一群台美人的心声传达给川普总统。他们的心声很直接，美国要伟大，需要台湾。杨丰明强调，台湾对美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至关重要，美国如果想继续维持世界强权地位，不能缺少台湾这颗棋子。在场的讲者们甚至举例说，川普今年5月出访中东时，团队中就有2位重量级的台裔美国人同行，一位是辉达公司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另一位是超微公司 AMD 的执行长苏姿丰。这2人都是在全球科技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们的台湾背景体现出台湾在科技产业的影响力。杨丰明用这些例子告诉大家，你看，美籍台湾人在美国的科技经济领域如此关键，台湾这块宝地对美国而言价值非凡，美国怎能不更重视台湾呢？然而，重视台湾有很多种方式，为何一定要走到收台湾为一州这步？这就要谈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担忧了。另一位讲者郑英杰，来自一个支持共和党的组织北美福和会，在会上道出了缘由。他忧心忡忡地说，目前台湾的政治局势令人担心，台湾从县市长、立法委员都是中共在控制了。如果再过几年，2028年台湾的选举让亲中势力胜出，中共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台湾。这番话听起来相当惊人，几乎是在说台湾的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都被中国共产党所渗透控制。如果未来某次大选，他特别点明了2028年由亲北京的阵营赢得政权，那台湾等于自投罗网，和平地被中共接管了。这就是这群人在害怕的最坏情境。所以，为了防止台湾落入北京之手，他们提出了一个第3选择。郑英杰说，希望提醒所有台湾人，在统一和独立2条路之外，其实还有第3条路，让台湾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与其将来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不如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用他们的话来说，成为美国一州是比成为中国一省更好的选项。这话乍听之下非常刺激，甚至有点叛逆，等于是公开倡议放弃台湾现有的政治定位，把主权交给美国。这在以前的台湾社会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居然有人当真提出来，而且严肃的宣传。更具体的，他们还打算行动。他们的主办单位表示，计划在明年于台湾发起一个全国性的线上投票调查。他们准备问台湾民众这样一个直白尖锐的问题：如果台湾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独立的国家，你希望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还是成为中国的一省？怎么样？光听到这问题就觉得震撼了吧？这简直是在逼台湾人2选1，要么投向美国怀抱，要么投入中国怀抱。乍看之下，这第3条路把问题极端化，但也点出了现实的残酷。如果台湾始终无法自己以国家身份被国际承认，最终会不会只剩下这2个归宿？
可能很多人跟我的第一反应一样，这是不是在开玩笑？台湾好歹也是一个事实上独立运作了70多年的政权，2300万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自己的民主选举和政府，怎么可能说并入美国就并入美国？更不用说中国那边视台湾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听到这种主张，肯定会暴跳如雷。然而，提出这想法的人并非无知之辈，他们多半经历过战乱与移民的风霜，看问题其实很现实。他们认为台湾目前的处境就像在悬崖边跳舞，如果维持现状不动，中共军事威胁步步进逼；如果宣布独立，中共更可能即刻武力犯台。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何不干脆投入山姆大叔的怀抱，来一个大跳跃，让台湾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安全保障？这种思维听起来荒诞，但背后有它的逻辑。美国是当今世界军事与经济最强的国家，如果台湾成了美国的一州，那意味着中共只要敢动台湾一根汗毛，就等同向整个美国宣战。在美军强大的核武库和军力威慑下，北京当局是否还敢轻启战端？也许不敢。这些台裔保守派心中期待的就是利用美国的力量来永久守护台湾。对他们而言，与其孤军奋战，不如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让台湾的自由民主由美利坚合众国来撑腰。换个角度，这也是一种相当极端的以武拒统方案，干脆引进更大的武力保护伞，把台湾牢牢罩在美国国旗下，听起来竟有几分豪迈和悲壮的味道。不过再怎么豪迈，这始终是个非常非常大胆的构想，要理解它的可行性与影响，我们得把视野放大，从历史和国际现实来审视。毕竟台湾成为美国一州绝不是随便喊喊而已，它牵涉的层面极广。接下来我们就穿越时空，看看台湾与美国之间那些年错综复杂的故事，以及这个建议在历史脉络中到底是奇想还是命运的某种可能转折。让我们先把时针拨回170多年前，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的司令马修·培里正驾船横渡太平洋，执行一项改变东亚格局的重要任务。他率领黑船叩开了日本的大门，迫使日本结束锁国。当时培里对于位于南中国海和东海交界处的福尔摩沙岛，也就是台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航行报告中提到，台湾地理位置战略意义重大，不但沿海有煤矿资源，还处在东亚航运要道上。如果美国能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建立一个据点或殖民地，那么美国海军就能轻松控制中国沿岸各大港口，就像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控制加勒比海一样。听起来，这几乎就是美国占领台湾的最早构想了。培里建议美国干脆在台湾设立一个殖民据点，甚至直接建立一个美国城镇。当时的台湾还在清朝统治下，而且清廷对台湾的控制力薄弱，岛上多数内陆地区由原住民部落自治，沿海也盗匪猖獗。培里推测，清政府也许不会太反对美国来台建立据点，因为美军的进驻还能协助清朝平定当地的海盗和动乱呢。可以说，早在100多年前就有美国人动过染指台湾的念头。然而，历史的转折就在这里。尽管培里的建议充满战略眼光，但当时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这个想法。19世纪中叶的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更倾向于透过通商和条约扩大影响，而非直接占地称王。美国刚刚打完墨西哥战争，又忙于国内南北矛盾，实在无暇也无意去太平洋彼岸占领一个遥远的岛屿，所以培里的台湾殖民计划最终被搁置。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美国真的在台湾登陆建立了殖民地，今天的台湾可能早就是美属地区，甚至早就成为美国的一州了。但历史没有如果，至少在19世纪，美国与台湾擦肩而过，台湾后来反而被崛起中的日本帝国盯上，于1895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接下来，台湾经历了50年的日治时代，与美国也没有直接交集。再把时间快转到二战结束前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按照战后同盟国的安排，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同盟国接管了台湾。许多人以为台湾就此回归中国，
但这里头埋着一个法律与政治上的伏笔。后来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主权，但该条约并没有指明台湾主权最后移交给谁。也就是说，日本放弃了台湾，但条约里没有写交给中华民国或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法理地位出现一个模糊地带。当时正值国共内战交着，美苏冷战也刚刚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条约中刻意回避，明确承认任何一方对台湾的主权，以保留日后处理的弹性。这份合约的模糊，为今日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埋下了根。紧接着1949年，中国大陆风云突变，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退守台湾，延续中华民国政权。在两岸分裂的初期，美国一度对台湾的前途采取了消极态度。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年初曾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介入中国内战，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几乎被视作美国放弃台湾的信号。想想看，如果历史在这一刻停止，台湾很可能就被毛泽东的新中国拿下了，中华民国政权可能覆亡，台湾从此变成红色中国的一部分，那更别提什么成为美国第51州，恐怕连自由民主都会化为泡影。然而，现实再度戏剧性反转。1950年6月，韩战爆发，北韩在背后苏联的支持下突然进攻南韩，亚洲局势大乱。杜鲁门政府立刻警觉到共产势力扩张的威胁，迅速改变了对远东的战略。为了防止韩战战火蔓延并阻止中共趁势攻台，杜鲁门下令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直接以武力封锁海峡，阻挡共产党攻台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此刻起，台湾的命运彻底改写，美国正式把台湾纳入冷战防线，视之为对抗亚太共产阵营的重要堡垒。接下来的一段岁月里，台湾其实几乎就像是美国的准属地。1954年，美台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承诺保卫台湾，大批美军顾问进驻台湾，建立军事基地，协防台澎金马，美元源不绝，协助台湾经济重建和军力建设。台北街头当年随处可见美军军官和他们的眷属，美军电台播报着西洋音乐，英文在那年代是时髦语言。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半挂在美国战车上了，差别只在于台湾名义上仍是主权国家中华民国，而非美国的属地。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年并没有把台湾当成自己的领土来经营，而是选择承认并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把它当成自由中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上，台湾的中华民国还牢牢占据着中国的席位，直到1971年才被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换言之，冷战期间，美国在政治上维持一个中国的表象，以孤立北京政权，但实际上却在军事上保护着台湾这块土地不被红色中国吞并。那时候如果有人说让台湾变成美国的一州，恐怕蒋介石第一个不答应。他自认自己才是中国合法政府，怎能甘心做美国的一部分？而对美国而言，也没有必要此时去吞并台湾，反而透过扶持台湾政权就达成了围堵共产势力的目的。因此，在那个阶段，台湾州仍然是不曾有人正式提出的天方夜谭。历史的巨轮再次转动，来到1970年代末，这时候发生了另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大逆转。出于联中抗苏的全球战略考量，美国决定与北京和解。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揭开序幕。1978年底，卡特总统更是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这对台湾而言无疑是一记晴天霹雳，失去了外交承认和安保条约的保障，仿佛一夜之间被最重要的盟友抛弃。许多人当时担心，会不会美国就此让中国共产党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岂不危如累卵？幸运的是，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为持续协防台湾留下了法律依据。
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都是美国关切的严重问题。换句话说，美国虽然口头上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但实际上以国内立法形式确保了美国不会放手不管台湾的安全。然而，从此美台关系转为非官方性质，台湾在国际上陷入更孤立的境地。被北京取代出联合国后，台湾几乎没有任何主权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只能依靠美日等少数大国的私下支持活下去。在这段期间，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依然不是主流观点。台湾内部在解严前，政治上仍由国民党威权统治，高喊着光复大陆的口号，不可能自己放弃主权去投靠美国。而美国出于与中国维持关系的需要，也不会公开碰触台湾主权问题的红线。所以这个台湾建州的议题基本上仍停留在没人认真讨论的层面。然而时间进入21世纪后，情势又渐渐变了调。台湾在80年代末解严，90年代走向民主化，本土意识高涨，越来越多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对国家未来的想象也从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变成了希望台湾自己独立建国，成为正常国家。21世纪初，民进党的总统陈水扁就曾推动过入联公投，想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还提出过一边一国等主张，试图强化台湾主体地位。这些举动让北京大为紧张，认为台湾正朝法理独立迈进。在2005年，中共甚至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文将台湾独立列为开战理由。两岸之间的剑拔弩张程度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军事力量也突飞猛进。反观美国，经历了20年的反恐战争，对中国的战略关注有所松懈。北京当局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在西太平洋军力部署越来越靠前，解放军的飞弹与军机频频在台海周边耀武扬威。近年来，尤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对统一台湾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和急切。他们不仅在外交上持续打压台湾，还在军事上进行实质性的威慑，共机几乎每日绕台，导弹演习封锁，航母穿越海峡，让台湾处于高度压力之下。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对台政策也开始调整，尤其近几年美中关系迅速恶化，美国两党罕见地在强硬挺台制华这点上达成共识。美国不再遮遮掩掩，高调派官员访问台湾，邀请台湾领导人出访，加码对台军售，甚至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2022年亲自访台，让北京震怒地进行围台军演示威。美国一些政要开始呼吁战略清晰，主张明确承诺保卫台湾。一些国会法案甚至提议把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乃至更高级别的伙伴。整体而言，美台关系正在逐渐加温，虽然还未恢复正式外交，但已经是半盟友状态。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让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这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念头开始在小范围人士间浮现苗头。2023年和2024年间，就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过，如果中国要打过来，台湾不如考虑加入美国算了。这起初多半被当玩笑听，毕竟看似天马行空。然而2025年年初出现的一件事，让这话题多了几分认真讨论的成分，居然有专家在正式评论中提出相似主张，而且引来台湾官方严正回应。事情发生在2025年3月，一名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担任国际驻点学者的研究员吉奈斯公开撰文提出确保台湾安全的最佳方案。他的建议之一，竟是美国干脆将台湾纳为自己的其中一州。这位学者的本意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只要美国愿意把台湾当作国土来对待，那台湾的安全就高枕无忧了。但他的言论一经披露，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因为他身份特殊，国防安全研究院是台湾国防部智库单位，他的发言被媒体渲染，仿佛台湾官方有人主张投靠美国。结果台湾国防部火速出来打脸澄清，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支持成为其他国家的一部分。用白话讲就是，我们不会当美国的一州，台湾不是要被谁吞并的棋子，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守。
请外界不要乱提议。这场小风波显示出，尽管有人开始认真思考台湾入美的选项，但对台湾政府和绝大多数民众而言，这仍然是一条不可取的路。无论蓝绿，台湾主流意识都认定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要么维持中华民国现状，要么将来建立台湾共和国。总之，不会想去当别国的一州。国防部不点名的批评那位学者的建议不妥当，其实就是反映民意。台湾人绝大多数心理上无法接受自我矮化成美国的一部分，毕竟我们又不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属地，而是一个有自己政府和完整体系的社会。既然如此，那为何洛杉矶那群年长台美人却异军突起，高举建州大旗呢？这或许和他们特殊的身份与经历有关。他们身在美国，在美数十载，早已习惯并认同美国的政治文化价值。他们很多人在年轻时就离开台湾，如今回望家乡，忧心台湾的安全。他们既对中共心存强烈的反感与戒心，也对台湾自身能否抵御中国入侵缺乏信心。说白了，他们极度害怕台湾最终难逃一劫。而在他们眼里，美国是唯一可信赖的靠山。如果美国愿意永久担责，那台湾人才有未来。他们支持川普等强硬派，就是因为川普政府时期在抗中挺台上表现出强硬姿态，符合他们的期待。事实上，川普本人对台湾议题确实做过一些突破常规的举动。早在2016年，他刚当选尚未上任时，就曾打破惯例接听了蔡英文总统打去的祝贺电话，成为1979年断交后首位与台湾领袖直接对话的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任内也批准了多笔重大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官方互动层级，让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加剧。在川普眼中，台湾是一枚对付北京的有力棋子。他曾暗示，除非中国在贸易上让步，否则未必坚持一中原则。甚至有传闻说，他问过幕僚，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支持台湾独立？虽然这些话未成正式政策，但可见川普在台海议题上的确胆子比前任大。正因如此，这些台裔保守派才会选择向川普高喊，请他收台湾。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川普及其共和党保守势力身上，期待未来如果川普东山再起，能对台湾有大动作，哪怕不是真的让台湾入美，至少也能更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可以说，成为第51州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个终极目标，更是一种向美国社会请愿、争取注意力的手段。如此耸动的口号，很难不引起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他们的诉求就更容易传到美国决策者耳里。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就是，台湾真的有机会也有能力成为美国的第51州吗？这中间涉及政治、法律、军事、民意等等层面，一环扣一环。我们不妨一条条来分析，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使这个想法看似美好却遥不可及。首先，从美国法律程序角度来看，外国变成美国一州要怎么实现？根据美国宪法，新州的加入需要美国国会同意通过，而通常新州的诞生有两种情况：一是将美国现有领土的一部分分出去或合并，例如西弗吉尼亚州从弗吉尼亚州分出来；二是将美国的联邦领土升格为州，例如夏威夷、阿拉斯加都是先作为领地，再成为州。然而台湾目前不是美国领土，美国对台湾既没有主权也没有管辖权，因此如果台湾要成为美国的一州，就必须先改变台湾的主权归属，也就是台湾得脱离现有体制，并与美国达成某种合并协议。这可比当初德州加盟美国复杂多了。19世纪的德克萨斯原本是自己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内部公投决定加入美国联邦，美国国会也同意，于是水到渠成成为州。可台湾的情况不同，台湾当下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不论他自称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罢，他事实上是独立治理这片土地，而北京则始终声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尽管他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但在国际法理上，大多数国家官方也不承认台湾独立，所以台湾处境很特殊，自己治理，主权声索模糊。如果台湾想加入美国，第一步必然是要宣告脱离中国的主权声索，
这大概只有透过正式宣布台湾独立或者举行公民投票确认放弃中华民国主权才能做到。可想而知，光这一步就足以让北京认定台湾在搞法理独立，动武的借口都出来了。试想，台湾对外宣布我们不再主张自己是中国，我们要作为台湾并入美国，解放军会坐视不理吗？极可能立即武力犯台，以反分裂之名阻止这种局面。退一步讲，就算假设台湾平安度过脱离现状的阶段，进入与美国谈判合并，那美国国内也势必要经历一番辩论。毕竟这不是吸纳一块荒地，而是接纳2300万新公民和他们所在的一块远在太平洋西岸，距离美国本土几千公里的岛屿。2300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那可是相当于美国一个中大型州的人口规模，甚至比佛罗里达州或纽约州的人口还略多。也就是说，美国如果接受台湾为州，将一口气增加近 7% 的人口，新增的2席联邦参议员和数十席众议员将重塑美国政治版图。美国人民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改变？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又是否愿意让这样一个亚洲背景的州平白参与美国内政呢？很难想象会没有任何阻力。要知道，美国其实还有一些自己的准州迟迟没能升格呢。例如波多黎各，美国的一个境外领地，居民也是美国公民，人口有300多万。波多黎各几次就州地位举行公投，大部分居民其实是支持成为美国正式一州的，因为那样他们就有国会代表，有完整公民权利和联邦资源。然而，由于种种政治原因，比如担心增加新州会改变参议院席次分布，或者牵涉当地语言文化因素，美国国会多年来都没有通过波多黎各建州的提案。另外，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一直想转为州，至今未果，连自己家门口这些问题都难解决，要美国朝野点头吞下台湾，可见难度有多高。美国政界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和中国直接开战的风险，去把台湾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支持这步棋的人或许会说，台湾战略位置重要啊，掌握了台湾就等于在第一岛链有了不沉航母，可压制中国的海空扩张。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晶片制造，世界领先，并入美国可以壮大自身实力，同时防止落入中国手中。另外，台湾人民热爱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我们一致，接纳他们，符合美国建国精神等等。反对的人则会说，让台湾入州必定激怒中国，引发大战，到时美国本土安全都受威胁，这是引火烧身。再者，文化语言隔阂那么大，融合起来问题多，更不用说此举等于正式撕毁了一中政策，破坏美国在全球的信用和声誉，其他盟友也会观望甚至反对。例如欧洲国家可能觉得这太挑衅。可以想象，在美国内部，这将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政策辩论。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恐怕是最不可容忍的剧本。北京对台湾的基本方针是统一前景，不容外力介入。他们一直视美国对台湾的任何靠近都为阴谋，认为美国想搞以台制华。如果有朝一日真的传出美台在讨论台湾成为美国一州这种事，北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定这是赤裸裸的外国侵吞中国领土行为。在他们眼里，这和1895年日本用不平等条约割占台湾没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个演员变成美国。如果真发生那一步，北京政权出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很可能不得不对台湾动武，以阻止境外势力吞并中国领土。因为如果他们不动作，国内民族主义舆论就会炸锅，觉得政府无能卖国，那对中共统治是致命打击。因此，一旦台湾和美国真朝并合方向走，中国极可能先发制人。例如，可能在台湾境内举行入美公投之前，中共就找借口对台发动封锁或局部军事行动，以瘫痪台湾社会功能，干扰政治进程。更激烈的，他们甚至可能试图闪电武力占领台湾部分关键地区，造成既成事实，以阻止台湾投入美国怀抱。那样一来，美军是否大规模介入就成未知数了。因为当时台湾还不是美国领土，一旦开战就真是为了帮助别国对抗中国。某些本就不想管台湾事的美国民众与政客，可能会以不值得打世界大战为由反对出兵。中国或许正是压住这点，才可能铤而走险。所以你看，
这条道路上每一步都是地雷重重，稍有不测就是世界大战的节奏。台湾人自己又怎么看呢？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环。就算外部条件都成熟，如果台湾人民不愿意，美国也不可能强行把台湾收为己有。那么一旦让台湾人民自由选择，愿不愿成为美国一州，会有多少人支持呢？坦白说，过去几十年没有严肃的调查统计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不是一个主流选项。但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推测。首先，台湾长期以来的主流民意是在维持现状和追求实质独立之间摆荡，但倾向统一中国的比例一直很低。也就是说，多数台湾人内心是希望摆脱中共统治，维持自由民主生活的，无论称作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总之不要当中国一省。那如果逼到不得不选，一边是变成中国的一省，等同香港甚至更糟，一边是变成美国的一州，相信大多数人宁可选择成为美国一州。这也是洛杉矶那群人想设计明年公投问题的精巧之处，把正常国家排除掉，只能选美国或中国。他们笃定台湾多数民众肯定不愿意当中国人，那相对来说就会选美国。然而，这种二选一是假设台湾别无他法的极端情况。在现实中，台湾人心理上还是强烈认同自己的主体性，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国家其实非常困难。对深绿的台湾独立支持者而言，他们的终极理想是建立台湾自己独立的国家。跟美国做紧密盟友当然很好，但加入美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那等于从中国人变成美国人，自己国家还是没有国际法理地位，只是换个大腿抱。在独派看来，这是理想的残破版。至于泛蓝阵营如国民党的支持者，他们多半认同中华民国这个框架，虽然现在也抵抗中共，但他们血液里多少仍有中国情结，让他们去当美国的一部分，他们同样难以接受。甚至有人会指责这比台独更离谱，台独是分裂中国，建州则是直接卖给美国，岂不是数典忘祖？在民族主义情感上，这确实很刺激。再者，即使一般民众中没有强烈统独意识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担心成为美国州之后的文化与现实问题，比如语言。台湾人大多不善英语，难道之后立法和教育都改用英文吗？又比如经济，台湾目前有自己的税制和货币，如果并入美国，台湾是否要改用美元？目前一些台湾人抱怨低薪高物价，但加入美国，难道薪水就美国化，物价也美国化吗？恐怕没那么简单。还有政治上，台湾目前实行的许多政策，例如全民健保、枪械管制等，都和美国不一样。如果成为美国州，这些会怎样改变？甚至连开车方向盘左右的位置都不同呢？种种生活习惯、制度差异，想想都是难题。一般台湾老百姓可能会犹豫，哇，变成美国人真的适合我们吗？当然也会有人向往。不可讳言，美国绿卡公民身份在台湾一直有很大吸引力，许多人花钱投资、抽签移民，就为了拿美国身份。如果整个台湾一起变美国一州，那相当于一夜之间全民都拿到美国国籍，可以自由进出国际，享受美国完善的社会福利与医疗，在全球最强国家的保护罩下生活。对某些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未来。有些网友甚至戏称，如果明天公投，我看至少年轻人为了免签和爽拿美国护照，都会投给成为美国州。这虽是玩笑，但也反映出一部分现实心态。然而，基于台湾人民强烈的自主意识，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一个没有外力威胁逼迫的正常情况下，支持成为美国一州的人可能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人要么希望维持现状的安全与繁荣，要么梦想有朝一日建立正式的台湾国，把自己国家并给别人。听起来总有一丝自我了结的悲情，非到生死存亡关头，绝大多数民族都不会轻易走到这一步。如前所述，洛杉矶那群倡议者其实就是认为台湾即将迎来生死存亡关头，所以才超前部署提出这选项。他们的脑海中，台湾的时间不多了，2024年、2028年连着2次大选，如果亲中势力胜选或美中情势恶化导致战争边缘，台湾也许真要面对不独不统就武统的险境。到了那一步，
也许台湾内部舆论才有可能转而严肃考虑，要不请美国并了我们算了，那会是多么无奈又悲壮的选择啊！仿佛历史上亡国之君把国土托付强邻，以免落入仇敌之手的戏码。然而在现代国际社会，这种事情极为罕见，尤其对象还是美中这样的超级大国。如果台湾选择美国而激怒中国，最坏情况就是战争。但换个角度，如果台湾真的在战争阴云下举行公投，通过加入美国，也许美国就有了国内舆论压力，非介入不可，因为这等于台湾人民自觉要求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若见死不救，不但有违民主原则，也愧对那么多亲美的台湾人。这或许正是倡议者的一个深层战略考量，用台湾民意的选择来绑住美国的手，逼美国下定决心护台。因为过去大家一直担心美军会不会为台湾而战，不确定。如果台湾已经申请入美，甚至获准一半，美军不来就说不过去了。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豪赌，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对绝大多数台湾人而言，真到那步田地，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抉择。有人愿赌一把自由，也有人宁死不屈，有人想保命离开，也有人想浴血奋战。但无论如何，那都将是历史关头的巨变。聊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做个终极假设，假如台湾真的成了美国第51州，世界将会怎样？试着脑补一下，美国国旗上多出一颗代表台湾的星星，星条旗骄傲地飘扬在台北101大楼上空，台湾民众领到了蓝色封皮的美国护照，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台湾选出2名联邦参议员，10几20位众议员远赴华盛顿替本州发声。美军3军公开进驻台湾基地，台湾海峡彻底成了美军内海巡弋区，中共军机军舰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将是多么戏剧性的局面。西太平洋的战略版图瞬间倒转，中国本来想要统一台湾，结果台湾干脆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中国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还在家门口多了美国一个正式州作为邻居，简直是超级大败笔。那时候两岸关系将变成美中关系的一部分，台湾不再需要自己苦撑国防，因为美国宪法第5条规定，对本土遭受攻击必反击。台湾人民终于100%放心，不怕解放军导弹啦。然而国际现实哪有这么童话？更可能的是，一旦台湾跨出并入美国的步伐，中国很可能在成果落地前就大打出手，导致台湾变成炮火纷飞的战场。就算最终在美国协助下击退了解放军，台湾本身也将伤痕累累，一片萧条。之后纵然当上美国一州，想到几十万同胞为此丧命，家园城镇沦为焦土，代价何其惨重，更别提核武风险。中国一旦和美国直接开战，双方都是核大国，那人类文明都危在旦夕。所以台湾成为第51州的道路，几乎就是台海战争的代名词。它与毁灭的距离如此之近，在现实可能性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洛杉矶台美人们仍高调抛出这一题，勇气可嘉。他们也许明知这是苦肉计或者孤注一掷，但仍希望借此唤醒什么。一方面，他们要唤醒的是美国政界，提醒美国人，台湾人是多么渴望美国实质保护，多么害怕被共产中国吞噬。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唤醒台湾自己的民众，当危机来临时，不要局限于传统思维，必要时要敢于打破框架，寻求生路。可以说，他们的行动既是爱台，也是一种赌注，赌美国民意与台湾民意都能被他们这非常手段所激发。这场台湾建州运动目前规模不大，支持者主要局限于海外少数侨界人士，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折射出的是台海局势日趋紧绷下一些人心里的无奈与绝望，以及对美国的强烈期盼。对比香港，在经历了港版国安法后，许多香港人绝望地说，还不如当年英国别走。但历史无法倒转，台湾还拥有自主命运的机会。因此有人超前布局，宁可考虑投靠美国这种激进方案，也不愿看到台湾步入香港后尘。在这样的心情下，我们或许能理解他们的初衷，但依然要思考这条路的代价与风险。以结论而言，目前看来，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仍然只是一个极端情境下的假想，离现实相当遥远。
无论美国政府、台湾政府，甚至包括北京政府，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让这成真各方都没准备好打第3次世界大战。但这个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点出了台湾问题的核心：台湾人民究竟能否决定自己的未来？当独立建国的梦想因国际力量对比难以实现，而统一又意味着自由的丧失时，台湾人是否有第3种选择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与价值？投奔美国看似荒唐，却道出了某些台湾人宁死不当奴的决心。与其被专制者吞并，不如选择投入另一个民主巨人怀抱，就算失去名义上的独立，也要守住实质的自由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建州议题虽然不可行，但它传递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渴望。或许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真的要成为美国一州，而在于敦促美国给予台湾更明确的安全承诺，或者鼓舞台湾内部在未来艰难时刻有不同选项可考虑。毕竟国际政治有时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剧情反转，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某天情势迫人走上非常之路的可能。当然，更理想的状况是不用走到那一步，也许透过强化自我防卫、深化美日等盟友关系、稳健外交斡旋，台湾能继续维持事实上的独立与繁荣，在中美之间求得和平生存。但前提是威权扩张必须被有效遏制，这正是今日自由世界面临的挑战。如何确保一个像台湾这样热爱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被强权吞灭？这不仅关乎台湾2300万人的命运，也是全球民主价值的一次考验。总之，台湾第51州听来惊世骇俗，但它背后蕴含的信息值得深思。或许将来我们回顾历史时，会把这当作一个奇特的插曲一笑置之，也可能历史在阴差阳错中峰回路转，这个不可能的剧本真的上演。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可以确定的是，台湾的前途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每一个选择，每一份民意，甚至每一道声音，都可能影响走向。洛杉矶那群白发苍苍的台美人，他们在镜头前高举标语，声嘶力竭地喊着请收台湾的画面，注定会在互联网上引发许多议论。有人讥讽他们卖国，有人同情他们忧国，也有人质疑他们凭什么替岛内人民做主。然而他们的呼喊仿佛一记警钟，提醒世人台海危机的真实与迫近，也提醒台湾人珍惜当下每一天的自由阳光。未来台湾是要继续孤悬海上，成为巨人博弈的祭品，亦或找到新的活路？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人的求生意志和对自由的热爱将在艰难时刻迸发巨大的能量。无论结果如何，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会用行动去争取一个最好的未来。最后，我想用一个开放的问题作结：当有一天命运把台湾推到悬崖边，留给台湾人民的选项或许只剩下艰难甚至残酷的抉择，我们将如何抉择？我们又期待着谁来相助？是独立抗敌到底，亦或如这群长者所愿投入美国怀抱，还是被迫沦为集权制下的一省？希望永远不需要走到2选1的绝境，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也不能不怀最好的期望。愿台湾的未来有智慧有勇气，避开战火硝烟，守住自由之岛。无论旗帜上印的是什么，都能让2300万人民安居乐业，这才是所有关心台湾的人心中最殷切的期待。